嗨，大家好，我是 Jazz， 目前在交易所上班，也一直在持续关注着币圈和 Web 3.0的动向。上部影片得到的回响还不错，非常感谢大家，让我有动力继续制作影片。想要一起学习 Web 3.0，喜欢相关内容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 Jazz Web 3。这几天币圈持续的血崩中，等等会稍微提到目前 Web 3.0中两个明星级项目，一个是公链 Terra， 一个是 NFT Azuki。在短短几天内，从万人追捧到几乎宣判的死刑，并且所有相关虚拟货币不论任何赛道，几乎都呈现往下持续崩盘的趋势。这让我们正好可以冷静下来，重新看区块链的本质，不要再因为朋友或是谁的推荐就一股脑的投入，甚至 all in 某个项目，这跟把钱丢进赌场没有两样。若我们更能掌握区块链 Web 3.0的整个底层原理逻辑，我们将更能进退自如，有了自我分析判断，并且了解真正的价值所在，而不会盲从。我以前也是一样，当韭菜被割过来的。想必大家都听过比特币、以太坊、NFT、雪崩协议、DeFi、GameFi 等等许多五花八门的币圈名词。但你真正了解区块链是如何运作的吗？是什么让币圈生态系得以成立，让这一切变得真正的有价值？这一切都是基于最重要的区块链技术。区块链中有非常多的公链，刚刚提到 Terra 其中一条。公链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成为节点的链。加入成为节点的意思就是你将你的算力加入到整个区块链网络，共同来发送，一起来验证交易，甚至是挖矿。这部影片会带大家来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以太坊 Ethereum 公链。因为影片时长关系，这将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影片，我们不会涉及到太过底层的，例如加密演算法、原始码解析等等，主要会专注在工作原理，让你不管是任何背景的人都能够以较高的维度整体审视以太坊。看完我保证你绝对80%人都更懂以太坊。如果某些部分技术性如果太强的话难以理解，那也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必要去了解到每一个小细节。我建议只专注于了解广泛的层面即可。让我们开始吧。首先，5月8号，黑天鹅终于降临了。5月8号这日期将来绝对会被记载在公链 Terra 的史书上，如果到时候 Terra 还活着的话。5月8号这天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 Terra 核心团队 Luna 基金会宣布调整 CRV3 流动性池中的资金，将一部分的资金移出来，为了建立将来自己号称强大的 CRV4 流动性池。就在资金移出来的当下，大约10分钟之后，一个新地址没有预期的突然将8400万美金的 UST 进行了抛售。这个动作严重的影响了 CRV3 流动性池的平衡。为了维持平衡性，基金会又将1亿美金撤出 CRV3 流动性池。这个时候创始人 Terra 的创始人赶紧出来辟谣，看似老神在在。他过去还嘲笑那些看衰 Terra 的人，现在都只能够跑去 Steppen 赚钱，跑步赚钱。就在他出来辟谣之后没过多久，多个巨金账户开始不断的在币安抛售 UST， 每笔交易金额都是100万美金的级别。这个时候 Terra 的做市商介入，开始试图以抛售 ETH 的方式来稳定 UST 的币价。UST 的币价有稍微回稳，但是还是没有跟美金完全的锚定。而 UST 这个稳定币 Terra 公链上这个稳定币长期无法回归跟美金的锚定，这个带给了市场非常大的负面情绪。从 Anchor Protocol 里面逃出来的 UST 开始大规模的被进行抛售，散户开始明显的感觉到了恐惧，然后这导致了 UST 稳定币锚定
美金跌破0.95美金的阀值。这个时候，基金会大量出售比特币持仓，以试图挽回。5月10号早上 ，Terra 造市商 Jump Trading 和基金会可能是意识到问题不太对劲，他们不再出售自己的比特币持仓，以保护 UST 和美金的锚定。他们任凭事态继续恶化，所以 UST 一路暴跌至0.6美金，而 Luna 到今天5月13也几乎已经归零，双双宣判死刑。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出来发表了谈话，说未来将要加强监管这种去中心化演算法稳定币。这一切让我们很难不去跟阴谋论联想在一起。那些发动金融攻击的币圈、传统金融圈的 Big Whale， 甚至是背后国家级别的力量，他们仅仅用了8000多万美金，就这么摧枯拉朽的击垮了价值200亿美金以上的公链生态。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小博大，非常精彩经典的一次成功的金融攻击事件。后续的发展值得我们持续观察。再来是5月10号以前还受万人追捧的 NFT Azuki， 一切在创始人发表一篇名为 A Builder's Journey 之后完全变样。我看的内容只能以惊世骇俗来形容。一个创始人在项目最火热的阶段，他居然自曝自己的黑历史。他把他过去3个项目称之为失败项目，但是在我看来，这哪里失败？他们都非常的成功。他成功的赚到了大量的钱，这些钱都是从他过去那3个项目的 holders 口袋中拿出来的。他赚完之后就直接跑路，丢给社区自生自灭。他们的价值都腰斩再腰斩。事件爆开之后 ，Azuki 的价格也一路从20颗以太币以上迅速崩盘。5月10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线，迅速的崩盘，到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一个以社区共识维系价值的项目，而创始人却是这种人品。他如果之后把 Azuki 的控制权交给社区之后会变好吗？这项目还有救吗？我认为这项目的价值将很难维持。正式进入本系列之前，来讲下 Web 1.0 到 Web 3.0 的演化。Web 1.0 是权力不平等的，简单来说，使用者只可以单纯的阅读网络上的讯息。Web 2.0 是 Web 1.0 的升级版，也是权力平等的开始。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一同参与，并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例如 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它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性。Web 3.0 使整个网络体验更加的身临其境，且易于使用，同时也保持个人资料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这是最重要的。使用者最重要的资料控制权从 Facebook、Google 等 Web 2.0 的网络巨头身上，重新回归到了使用者自己本身。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其中起到关键效果的技术就是区块链。而以太坊正是现今几乎所有区块链的基石，他们的协议实作几乎都是参考以太坊的概念而来的。本系列将会分为7个部分，而这部影片是第1个部分，为大家看以较高维度的角度来看一下以太坊区块链。而第2个部分是区块的组成，会跟大家来看一下区块中到底包含了哪些资料。第3部分是什么是以太坊账户，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以太坊账户、合约账户、外部账户之间的分别。而第4部分是讲一下什么是交易，其中会提到交易的组成，还有整个的交易流程。第5部分是什么是燃料费，我们都知道燃料费在区块链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花钱。第6部分是挖矿和共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所有的矿工他整个挖矿的过程，还有整个以太坊上共识的协议到底是怎么样完成的。而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结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区别。我们这边讲的 BTC ETH 不是讲那个币哦，是讲整个比特币区块链的协议和以太坊区块链的协议。首先我们看一下发行总量。
比特币到了总量2100万颗之后就不会再增加了，之后的挖矿拿到的奖励可能只是交易的一些手续费。而以太币我们看一下它的发行总量是不固定的，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出块时间，这代表了就是效能。比特币上面平均大概10到15分钟才会产生一个区块，而以太币大概10秒产生一个区块了。也就是说，当你用比特币区块链进行转账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等很久，你的交易才会被确认，你的账才会到。而以太币会有比较快就可以到账了。再看一下账户，比特币是基于交易的，而以太坊是基于账户的，这什么意思呢？在比特币的区块链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交易就是像流水账一样一直记一直记，也就是说每个账户它并没有自己的一个例如余额这个栏位去维持自己的状态，每个账户它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有多少钱，它必须要回推所有的历史记录，所有流水账，它也知道现在当前的钱是多少。而以太坊它每个账户会有一个余额这个栏位去维持它自己，我们可以很方便用这个栏位去找到这个账户当前有多少以太币。再来看一下特色，比特币的特色就是单纯的去中心化货币，以太坊的特色是去中心化合约。以太坊在基于比特币的基础上面还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合约。我们讲合约，你可以想成是一个程式，我们把这个程式部署在区块链上面之后，这程式会有相对应很多功能，我们可以自己去开发，然后并且让外部去呼叫，可以做到以太坊可以做的事情比比特币多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现在所有的协议，像所有的 DeFi， 很多 NFT， 要做到这些功能，我们就必须要使用智能合约，用之前的比特币区块链的这个脚本，我们说教比特币脚本是做不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货币经济体系。首先，当有交易进来的时候，所有的矿工会去做一个竞争，他们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交易写进区块链上面，产生区块，然后写进区块链上面，大家都要抢这个记账权。然后假设某个矿工先抢到这个记账权，成功写入之后，以太坊就会给他奖励，包含了区块的挖矿奖励，还有交易的手续费。而这个奖励就促使他们在做这个竞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竞争产生的记账，而记账获得了奖励，而奖励最终产生了继续促使不同下一轮的竞争，所以就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然后去维持整个货币的经济体系。以太坊本质上是一个公开的资料库，上面有许多的交易记录，这些记录被永久的保存在网络上，不需要任何中央机关，例如政府或银行来认可，由所有的网络节点来共同维护。以太坊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供网络中任何的点对点交易。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话 ：Cryptographically secure transactional singleton machine with shared state。Cryptographically secure 的意思就是虚拟货币的创建是经由复杂的数学演算法所保护，这些演算法非常难以被破解，所以这个让系统非常难以被欺骗，例如创造假的交易，还有删除某些真实交易，这都是非常难办到的。Transactional singleton machine 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机器在负责系统中所创建的所有交易。这个统一规范的机器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就是指以太坊这个协议。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套程式，这有点绕口。简单来说就是例如我转给你这笔钱的记录，转了就是转了，所有的节点都会统一的认这一笔账。With shared state 的意思就是储存在这台机器上的状态是共享的，对所有人开放。然后讲到状态，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电脑科学中的状态机。这张图可以想象成有3个点 A、B、C， 各自拥有一个值，不是0就是1。每个点根据不同的 input 就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 output， 以改变它当前自己的状态。例如我们来看一下 A 到 B 这条交易，它的 input 是1， output 是0，所以 B 的值就会变成0。而 C 到 A 这个交易 input 是0，
output 是1，所以 A 的值就会变成1。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状态和区块的对照。最一开始的状态叫做 Genesis 创世状态，以太坊经过一系列的交易后，状态变成状态1、状态2、状态3，以此类推。以太坊的状态不停的在改变，每10几秒就会有新的区块产生，新的区块就会包含新的交易，它们共同的被写入到以太坊区块链中，被永久的保存。然后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每一个区块中都包含了一系列的交易记录。每个区块中上面有个 header， 下面有一堆的交易记录。交易总共以太坊中有3种交易：转钱跟比特币一样做一个单纯的转钱，另外一种交易叫做呼叫合约或是创建合约。总共这3种交易，并且每一个 header 都指向前一个区块，然后最终每个 header 这样互相的指之后，整个会串成一条链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挖矿。有新的交易被写入到区块链时，就会进行状态更改。一个交易是要有效的才会被写入到区块链上面。而交易如何被认定为是有效的呢？那就要经历我们俗称的挖矿。交易不可能一笔一笔及时写入到区块链，这样太没有效益了。所以一个区块会包含一系列的交易一起写入，这时区块链上所有的矿工节点就会花费他们的算力去抢这个记账权，将这个区块写入到区块链上。这个花费算力抢记账权的过程就是挖矿。要成功抢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算出以太坊区块链给出的数学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被称作 POW 工作证明。只要这个证明存在，这个区块就是有效的，可以成功被加入以太坊的主网。而矿工因此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就是以太坊的原生币，我们最常听到的以太币。而奖励除了这个挖矿奖励之外，还会有额外的交易手续费。交易手续费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以太坊的区块，它是第14761771这个区块。我们可以主要先看一下 block reward， 其他栏位我之后都会解释。我们先看一下 block reward 这个栏位，它总共有 2.37 多的以太币，其中这两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区块奖励，而后面的就是手续费，后面还有一个减掉一个这个数字3点多，这是销毁，以前是没有销毁的，从伦敦硬分叉之后才开始有这个销毁机制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Ghost Protocol。是什么保证以太坊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共识在一个唯一的一条区块链上呢？我们如何确保不存在另外一组矿工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区块链？如果以太坊区块链上同时拥有多条链，会破坏整个系统，因为不确定到底哪个状态是正确的。如果区块链产生了分叉，你可能在一个链上拥有10个币，另外一个拥有20个币，在另外一个拥有40个币。在这种情况下，你到底拥有了多少个币呢？所以以太坊提出了 Ghost Protocol 来解决这个问题。简单来说 ，Ghost Protocol 让我们必须选择完成最多计算的路径。以确定该路径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区块编号。区块编号越高，代表说它的路径就越长，它挖矿的工作量就越大。使用这种推理，我们就可以将整个状态达成一致。接下来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上有3个分叉，这些短时间的分叉收敛，我们都可以利用 Ghost Protocol 来重新达到一致。这种状况非常的常见，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是整个底层共识规则的改变与分歧，这就会导致所谓的硬分叉和软分叉。硬分叉往往发生在共识规则的更新，会导致旧有尚未更新版本的节点不能够参与到新的共识机制里面，而这些新旧节点间就会形成2条链，2条互不相干预彼此的验证和产生区块。硬分叉就是节点版本间是前后不兼容的，而软分叉恰恰相反，软分叉便是公式规则的改变也能够让未修改
版本的节点能够按照先前的共识规则来对待新的交易和区块，新旧间是前后兼容的。好了，现在你已经从1万里的高空大概的了解到整个以太坊区块链的轮廓。这部影片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概述，每个部分之后的系列影片都会有更详细的解释。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Jazz Web3 杰斯，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拜拜。